今天我想用一種很能直接拿去用的方式，帶你把3個經典說服模型講清楚 ，AIDA、AIDCA 或 IDCA， 還有比較細緻的 AIDPPC， 你可以把它們想成同一套人心走路的路線圖，差別只是路線圖畫得粗還是畫得細。先講一個你一定遇過的情境，你滑手機的時候明明沒有要買東西，但就是會被某個畫面或一句話卡住，你停下來開始看，接着覺得好像跟我有關，再往下看就開始想象，如果我有它會怎樣，最後你可能就點了連結，加了購物車，或至少先收藏。這一整段心理路徑其實就是 AIDA 在描述的事，注意、興趣、慾望、行動。它厲害的地方在於，它不是在教你寫漂亮句子，而是在教你順着人腦的節奏走，不要逆着走。我們先把 AIDA 用一句人話翻譯， Attention 是先讓我停下來， Interest 是讓我願意多看5秒， Desire 是讓我開始想要，甚至在腦中先買一次， Action 才是我願意做下一步。很多人文案寫不動，影片留不住人，常見原因不是內容不夠多，而是順序不對。你一上來就講規格、講理念、講品牌故事，可是觀眾還沒被抓住，當然就滑走了。我用一個很有名的例子來說明這個順序的力量。Apple 的產品發表和官網文案常常把 AIDA 玩得很漂亮，它的 attention 往往不是靠喊史上最強，而是靠極簡又精準的畫面加一句短到不能再短的主張，先把人拉住，接着 interest 才開始補上你會好奇的點，比如效能、商機、晶片、續航，讓你覺得。我再看一下好了。到 desire 的時候，它不會只談參數，而是把你放進一個使用情境裡，讓你想象，如果我用它拍照、剪片、工作、生活會變怎樣。最後到 action， 你會看到非常清楚的下一步，購買、試算分期、以舊換新，讓行動摩擦變小。你看 AIDA 不是話術，它更像是一個把人推進下一格的節奏設計。但問題來了，放到今天的市場，只靠 AIDA 很容易卡在 desire 到 action 的中間，因為現代人太懷疑了。你讓我想要可以，但我會開始問，真的有用嗎？我會不會踩雷？會不會買了後悔？你是不是在吹？這時候就出現了 AIGA 或 IDCA 這類辯題，也就是在慾望跟行動之間多插入一個關鍵步驟 conviction 或 confidence， 中文你可以把它叫做確信或信心。我很喜歡把這一步講得更生活化一點。 AIDA 的 desire 是我想要， AIDA-CA 的 conviction 是我相信你說的是真的，而且我買了不會很慘。所以這一步的重點不是再刺激一次慾望，而是降低風險感，增加安全感。你可以用3種方法去做。第一種是社會證明，你不需要一直自誇，你只要讓別人替你說話，像電商最常見的評論、星等、使用者實拍，或是 B2B 常見的客戶名單、案例研究，這些都在做同一件事，把我說我很好變成大家都說我好。人腦在不確定時很容易跟着多數人的選擇走，這不是道德問題，是心理機制。第二，總是保證與風險逆轉。你想想看，為什麼很多線上服務會說7天免費試用，不滿意可退，保固延長？它不是在送你福利，它是在處理你內心那句話，萬一不好用怎麼辦？當你把最糟的結果變得沒那麼可怕，行動就會更容易發生。第三種是權威背書，這裡的權威不一定要是名人，也可以是專業機構、檢測標準、媒體報道，或是你在某個領域的可驗證資歷。你不是要塑造成神，而是要讓人覺得這個人不是亂講。所以你會發現 AIDCA 的核心其實很現代，他承認一件事，今天不是把人說到熱血沸騰就會買，而是把人說到覺得安全才敢買。再來講 AIDPPC 這個模型，你可以把它當作把 AIDA 拆得更細的版本，它大概會走這樣的路。 Attention 先抓住 Interest， 先讓你願意聽，接着進入 Description，
也就是更具體的描述，然後是 persuasion， 開始把關鍵理由講清楚，再來是 proof， 把證據獨立拉出來強化，最後 close 做收束與成交。你會發現 AIDPPC 特別像一封銷售信或一支比較長的銷售影片，因為它很在意講清楚與講到相信。它把原本 AIDA 裡面那個比較模糊的 desire 拆成兩段，先用 description 讓你在腦中看見那個東西到底是什麼，怎麼運作，用起來是什麼感覺，再用 persuasion 把你真正會猶豫的點一個個處理掉，比如為什麼它比替代方案好，為什麼你現在需要，為什麼這個做法更省時間或更不會出錯。然後 proof 是獨立站出來告訴你，不是我講的好，聽是有東西能驗證。最後 close 才是讓你做決定，而且通常會把下一步講得很明確，甚至把現在不做會怎樣也順手提醒一下。如果你要做登錄頁或銷售頁，我會建議你用一個很直覺的檢查方式來選框架。你的產品越簡單越衝動型， AIDA 可能就夠了。你的產品只要多一點點風險感，像課程、顧問、保養品、3C、訂閱服務，你就很需要 AIDCA 那個確信步驟。你的產品越複雜，決策越慢，價格越高， AIDPPC 就越好用，因為你需要把描述、說服、證明分開做，不然全部混在一起，讀者會覺得你一直在推銷，卻沒有讓他真的理解與相信。我最後想給你一個很實作的腦內流程，你可以把它當成寫任何文案或腳本前的自我提問。你先問自己，我這一段的目的是讓人停下來，還是讓人想繼續看，還是讓人開始想要，還是讓人相信，還是讓人採取行動？當你把目的對準了，你寫出來的句子就會變得更有力量，因為每一句都在做同一件事，而不是亂槍打鳥。文案框架講到底，不是要把人當成被操控的對象，而是承認一件很現實的事：人的注意力有限，理解也有限，懷疑更是天性。你做的其實是把路鋪平，讓一個原本可能完全不會理你的人，願意多看一下，多懂一點，多相信一點，最後更容易做出對他有利也对你有利的選擇。如果你願意，下一步我們可以把你手上任何一個產品或主題直接各寫一版 AIDA， 一版 AIDCA， 一版 AIDPPC， 你會很清楚看到同一個商品在不同框架下節奏差在哪裡，說服力差在哪裡。這個會是最快速的練習方式。